你每天都在三维世界里吃饭走路，但你绝对想不到，如果把你的身体强行拖进其他维度，等待你的不是瞬间灰飞烟灭，而是比粉身碎骨更颠覆认知的存在。今天咱们就顺着维度阶梯一步步往上爬，看看每跨进一个维度，你的身体和整个世界会发生怎样的疯狂变化。让我们先从最极端的零维世界说起。零维不是你想的那种微小的点，它是一个没有任何大小的存在，没有长度、宽度、高度，不占据一丝空间，也不向任何方向延伸。这里没有运动，因为动一下都需要空间；没有时间，因为时间得靠变化来体现。你要是试着想象自己在零维，脑子直接卡壳。没有你，没有身体，没有思想意识，甚至连黑暗和虚无都算不上，它就是纯粹的没有任何属性的存在。在数学里，它是一切的起点；在物理学中，它是自由度为零的状态。你不会消失成无，而是被压缩成一个连宇宙都难察觉的无大小单点，什么都不会发生，但一切又都能从这里开始。当你踏入一维世界，立体的你直接踏成一条线，没有厚度，没有深度，那些层层叠叠的器官全没了，只剩一个沿着单一方向延伸的细长形状。在这儿，你只有两种移动选项，向前或者向后，仅此而已。你不能转弯，因为转弯需要第二个方向。你不能绕开任何东西，因为周围这个概念根本不存在。如果前方出现另一个一维生命体，你们俩要么原地卡死，要么直接相撞，连躲的地方都没有。没有上下左右，内外之分更是天方夜谭。整个宇宙就是一条堵死的单行道，压抑到让人窒息。但一维也不是毫无意义，它第一次引入了方向变化的概念，沿着线有了先后，事件能按顺序发生，运动终于有了哪怕极其有限的意义。这个世界太简单，容不下物质和复杂结构，但它却是空间几何最早的雏形。一个只有单一自由度的宇宙，变化可行，复杂却绝无可能。要是跳进二维世界，你会被彻底压平，身体只剩一个平面轮廓。咱们熟悉的物质和原子在这儿根本没法存在，你会失去所有熟悉的肉身。如果这个世界有生命，那它们一定是由某种完全陌生的假想物质构成的。整个现实就是一张无边无际的平面，你能左右前后移动，第一次学会了绕开障碍物，但有件事你永远做不到，哪怕心爱的人站在身边，你也没法转身拥抱他，因为上下这个方向在二维世界里压根不存在。这背后藏着一个扎心的事实，二维生物没法想象三维，不是因为笨，而是他们的大脑从根上就是在平面里进化的。就算三维物体闯进他们的世界，他们也只能看到切片。比如一个球体穿过二维平面，他们只会看到一个点变成圆，慢慢变大，再缩小，最后消失，永远看不到完整的球体。记住这个点，后面它会以让你浑身不自在的方式再次出现。踏入三维世界，你终于找回了长度、宽度和高度，体积变得真实，内外有了厚度，一切都回归了我们熟悉的样子。这是物质能稳定存在的维度，原子可以堆叠成复杂结构，器官能藏在身体内部，物体有了层次，不再完全暴露在外，重力开始发挥作用，压力、力和质量都有了意义，空间变得实实在在，你能自由转身移动，终于可以好好拥抱身边的人了。你能建造、摧毁、储存、隐藏东西，而不像低维世界那样，现实只是一堆靠物理力互动的独立固体。但有个我们从未质疑过的巨大限制，在三维里，你只能单向体验时间，对时间的流逝完全没有控制权，因果律牢牢统治一切，我们人类只能乖乖服从这个秩序。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辈子都被困在单向时间里，这到底是幸运还是枷锁？当你跨进四维空间，真正的颠覆才开始。咱们得切换到四维视角来看自己，你不再是那个在时间里单向移动的普通人，而是把自己的一生当成一个完整的时空结构。打个比方，先想象咱们三维宇宙里的一颗恒星，
它诞生、燃烧数十亿年，最终死亡。假设它位置不变，在三维里我们一次只能看到它的某一刻，但在四维视角下，它的整个生命周期会沿着时间轴完全展开，就像把每一刻的恒星叠在一起，沿着时间方向延伸成一个长结构。因为恒星会随时间变化，这个四维形状不是简单的直柱，它会随着恒星的膨胀、收缩、旋转、变粗、变细、扭曲、变形，完整捕捉从诞生到死亡的每一个阶段。我们的大脑根本没法想象这个形状，因为眼睛只能看到它的三维切片，也就是某一个瞬间。但如果你有四维眼睛，你不会看到恒星在变化，而是一次性看到它的整个生命周期，所有形状、所有旋转全部作为一个单一的四维结构存在。同样，你的四维形态也会是一个复杂的时空结构。你在三维空间里的每一次移动，每一个姿势，每一个瞬间，都沿着时间轴叠加在一起，弯曲、扭曲，记录着你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轨迹。更高维度的观察者能一次性看到整个你，而我们只能看到某一刻的切片。更神奇的是，四维生物能在我们无法触及的方向互动，它可以同时看到任何三维物体的内外，甚至能不破坏表面就进入物体内部，不是违反物理定律，而是从我们根本感知不到的维度接近。当然，这只是为了帮你理解维度的特性，不代表真的有四维生物存在。踏入五维世界，更奇异的事情来了，要是你搞懂了四维，五维就好理解多了。在四维里，你的一生是沿着时间轴延伸的单一时空结构，而五维就是在这个结构上再加一条可能性轴。这条轴不是空间方向，而是同一宇宙的不同平行历史。量子力学告诉我们，粒子在被测量前会处于多种状态的叠加。把这个概念放大到你的生活，每一个选择节点你都有不同的选项，选 A 的你，选 B 的你，选 C 的你，都真实存在。在五维里，所有这些可能的四维人生版本都沿着可能性轴并行存在。所以你不再是单一的时空结构，而是一束时空结构，无数个你过着无数种并行的人生。哪怕是四维生物也很难想象这种场景，但五维生物能把所有这些可能的人生路径看成一个更大结构的一部分。对五维生物来说，它不会被困在单一时间线里，原则上能跨越不同的平行历史，不再受限于某一个版本的事件。但它也不是无限的，仍然是更高维度结构的一部分，受着总体法则的约束。更高维度只是改变了限制的类型，并没有消除限制。当你踏入六维世界，现实的概念会被彻底重塑。四维是单一人生的时间延伸，五维是同一宇宙的所有可能人生，而六维则是把这些完整的时间线集合，放进了完全不同的宇宙里。这些宇宙有不同的物理常数，不同的粒子，甚至连空间维度的数量都不一样。在六维里，再去想象你的身体形状已经毫无意义。不同物理法则的宇宙里，根本不存在我们熟悉的任何形态。能跨越这些现实的，只有抽象的结构或信息，而非任何能被物理可视化的东西。但六维生物也不是真正的无限，它仍然存在于一个自己无法控制的更高维度结构中，受着所有可能宇宙空间的原规则束缚。进入第七维度，咱们的物理直觉直接失效，这不再是不同时间线或不同宇宙的问题。第七维度被描述为包含所有可能宇宙、所有可能时间线、所有可能物理法则的终极空间。在这个完整结构里，任何逻辑上可能存在的事物都在某个角落真实存在。这里的身份不再是物理属性，而是纯粹的关系或结构概念。如果真有七维生物，它不会把现实当成一段旅程，移动变化，这些概念毫无意义。所有地点、时间、法则、结果都已经完整存在，就像一张没有空白的地图，没有什么需要创造，也没有什么会被毁灭。至于更高的维度，理论上可能存在，但谈论它们已经毫无意义。空间、时间、形态、物理法则，这些概念全失效了，我们的逻辑和想象根本触达不到。哪怕有人推测和意识现实的基本层面有关，也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
其实，这场维度之旅不只是脑洞大开的想象，它还能帮我们重新审视自己所处的三维世界。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规则，在更高维度的视角下，不过是一个渺小的切片。如果你喜欢这场跨越维度的奇妙探索，别忘了点赞、收藏、关注我，咱们下次再一起解锁更多宇宙的疯狂奥秘。